每天每时每刻，在幽深的宇宙海洋里，分子云如同婴儿的胚胎，吮吸、汇聚、成长，直到破体而哭的那一天，瞬间电光火石，光芒刺破暗夜。低温低密度的缥缈的星云物质是如何斗转星移，演变成高温持续发光的恒星。一直以来，天文学家都无法看穿这一震撼的生命过程，直到现代红外望远镜成为天文观察的利器。欢迎爱星星的你，这里是子成的世界。今天我们来欣赏韦伯望远镜的最新照片，就是这张如同蝴蝶展翅的美丽照片。实际上它是一颗恒星宝宝的婴儿照。我们一边看照片，一边来讲一个恒星诞生的故事。这颗恒星宝宝在天文学上的名字叫做原恒星。原恒星是宇宙中最年轻的星体之一，它诞生于分子云当中。分子云是星际云的一种，主要是气体和固态尘埃所组成，规模没有一定的范围，直径最大可以超过100光年，总质量可以达到太阳的10的6次方倍。氢分子是分子云中最普遍的组成物质之一，除了氢之外，分子云内其他的元素也是多数恒星主要的组成物质。因此，分子云是恒星乃至行星的诞生场所。如果把分子云核比喻为行星之卵，那么原恒星就是破卵之后的最初形态。天文学界把年轻的星体分为 Class 0、1、2、3 4个阶段，这4个阶段代表了恒星的演化路线。原恒星一般是指 Class 0和 Class 1两个阶段，而 Class 2和 Class 3叫做主序前星阶段。原恒星其实很难被观测到，因为在原恒星阶段，它的周围仍然弥漫着大量的气体与尘埃，称为星碱。这些星碱会吸收除了红外光线之外的所有辐射，所以原恒星是无法以可见光观测到的。等到原恒星的温度足够高，才能把外层的星碱吹开。今天所展示的这张照片，正是韦伯望远镜拍摄的一颗位于 Class 0阶段的原恒星。这颗原恒星叫做 L1527IRS， 位于金牛座。它并不是韦伯望远镜首先发现的，早在2012年，在《自然》杂志上就有一篇论文宣告发现了这颗原恒星，并把它命名为 L1527IRS， 并成功地测定了它的质量。那一次观测实际上并没有拍到原恒星本身，而是根据恒星周围一氧化碳射电波探测到星周盘的旋转速度，并用开普勒定律算出了演化中的原恒星质量。目前这颗 L1527 只能在红外光线下可见，这正是韦伯望远镜所擅长观测的。这个 L1527IRS 诞生仅10万年，是很难得的最接近恒星演化初期的原恒星胚胎宝宝。目前我们知道，恒星主要诞生于星系类的巨大分子云，这些分子云的物质分布并非是均匀的，在乱流或者是震波的影响下，会形成很多的丝状结构。再借由重力的作用，这些丝状结构类会形成数个密度较高的气体团。由于气体团自身的重力大于内部与重力抗衡的乱流或者是磁力，气体团就会往中心坍塌，开启恒星形成的过程。这些低温低密度的气体团借由重力的坍塌，内部的温度和密度不断的增加。当气体团中心的温度和密度足够高时，就会在中心形成一个液态静力平衡的核，主要是由氢原子所组成的。这个核就是恒星的前身，称为原恒星。此时气体团的坍塌仍在持续进行，外围的气体受到重力的牵引向中心坠落，最后被原恒星所吸纳，形成一个吸积盘。这张韦伯照片里最吸引眼球的是那2片绚丽多彩的好像蝴蝶翅膀的星云，但是它们却不是真正的主角。主角原恒星宝宝实际隐藏在照片中心这条暗黑的粗颈线当中，也就是吸积盘的测试图。它的正视图是一个圆盘，这个吸积盘将来会演化出一个成熟的恒星系统，就像我们太阳系那样。目前这颗原恒星的质量只有太阳质量的20%到40%，它还处于胚胎阶段，还在不停地吸食成长。
科学家们发现存在着一条原恒星吸积盘与分子云的纽带，这条纽带把远离吸积盘的星云物质传送到吸积盘上，就像一条婴儿的脐带。这条脐带延伸到分子云的外围，可能与更大尺度的分子云结构相连。星云物质沿着龙卷风一样的螺旋轨迹，逐渐向中心聚拢下落，最终融入到吸积盘中。在吸积盘的中心，一颗原恒星宝宝正在孕育成长。这2片彩色的蝴蝶翅膀，就是它一边吃一边吐的星云物质。是的，它真的就像一个小宝宝，不但要进食，还要吐出一些物质。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喷流。喷流对于原恒星的形成是很有必要的。旋转的喷流意味着旋转带走吸积盘内缘部分的角动量，减缓吸积盘上物质的绕行速度，星云物质便可以顺利地落入到原恒星的嘴巴里被吃掉。这个原恒星进食和吞吐的过程被韦伯照片记录下来。你看，来自原恒星的光在吸积盘的上方和下方泄漏，照亮了周围气体和尘埃的空腔。颜色本身是由于星云之间的尘埃造成的。蓝色的区域是星云最薄的地方，星尘越厚，能够溢出的蓝光就越少，从而形成橙色的口袋云。这些蓝色和橙色勾勒出气流的运动轨迹，我们因而可以在视觉上就观察到原恒星的吸积和喷流过程。根据诞生的年龄和红外光亮度， L1527 被认定是0级的原恒星，是恒星形成的最早阶段。它要成为像太阳一样成熟的恒星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它还没有产生像太阳一样的热核聚变，但是它已经是一个炙热的星体，这使它的能量来自于吸集星云物质的引力势能的释放。在茫茫的宇宙里，最初那一团低温的气体星云开始收缩，受到重力位能转变而来的热能而加温，其中1半的重力位能都被辐射掉了，而剩余的能量持续使得原恒星中心的温度升高，要达到数百万度，才算是接近核融合反应所需要的临界温度。达到这个温度之后，原恒星的中心就产生了核融合反应，这时的收缩减缓，此时的星体才算是一个真正的恒星了。那时，它的吸积盘会继续演化出围绕它周围旋转的大大小小的行星，在那里，生命诞生的奇迹才刚刚开始。